这一集是我真心很想要和你们分享的故事之一，真的很重要，请把它看完。幸存者偏差，这故事来自于李永乐老师。首先，感恩李永乐老师的分享，让我受益良多，谢谢李永乐老师。我们直接进入故事吧。1941年世界大战，盟军和德军交战之后，盟军发现自己的损伤非常厉害，于是开始研究如何让空军加强一些护甲。经过分析发现，回来的空军在机翼和尾翼上的弹孔比较多，然后螺旋桨和驾驶舱的弹孔都比较少。于是军队内部就开始讨论，必须在机翼和尾翼加强一些护甲。但是军队里有一位统计学家，他反对在弹孔多的地方加强护甲，反而更应该在弹孔少的地方进行保护。为什么呢？中弹几率少的部位，为什么还要加强护甲呢？因为你考察的飞机都是幸存回来的空军，机翼和尾翼中弹的飞机都能回来，那么回不来的飞机是哪里中弹呢？有没有可能就是螺旋桨和机舱中弹，所以就回不来了呢？又好像有道理哦。幸存者偏差就是你只考察了幸存者单一的特征，这并不能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。我们再细讲一下幸存者还有什么意思。在更早以前，古罗马时代也有一个故事，有一名政治家叫西塞罗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然后就有人劝他应该要多拜点神，因为拜神会有好处。有一次出海遇难的时候，一半的船员都死掉了，剩下回来的一半全部都有拜神，所以说拜神真的有好处。政治家就说，那你叫那些死掉也有拜神的人回来对峙一下。有点意思哦。这些幸存者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拜神。可是遇难者有没有这个特征呢？也应该要考量进去啊。如果遇难者也是有拜神，这说明拜神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这就是幸存者偏差。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句话，以前的东西都比较耐用，现在的东西一下子就坏，这也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。因为能留到现在的老物品都是耐用的，那些不耐用的老物品早就消失了。我们只看到幸存者的特征，这并不能做出事实的结论。其实理论很简单，假设我们在成功者这里发现一个特征，叫做特征 A， 而失败者里面并没有发现特征 A， 那么这个特征 A 就是成功的要素，这样判断是比较合理的。如果我们在成功者里面发现特征 A， 就直接判断特征 A 就是成功要素，这样的结论就存在偏差了，这就是幸存者偏差。为什么这个课题那么重要？因为现代人很多都有这个问题，看东西只看一边，然后结论就定出来了。我们简称这个叫偏见。偏见比无知可怕。无知的人，你只要稍微和他解释一下，他就可以吸收到新的资讯。但是偏见不一样，你认定了这个东西是对的，你就听不下其他的意见，那么你就会抱着这个假事实过一辈子。不要把认为当事实好吗？后知后觉总好过不知不觉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就一定要分享出去。感谢你收看宇宙频道，我是叶龙。如果你经常有负能量、不开心、走衰运，来这里听我讲讲故事就对了。听完你就会充满能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